在近代中国的政治生活中，修正主义4个大字犹如一团挥之不去的阴云，缠绕在史书的字里行间，就连毛主席也因为这4个大字在生前身后留下了无数的争议。老人家生前声嘶力竭高喊着要我们防修反修，可后人透过史书去聆听他老人家的训诫时，却总是一头雾水。毛主席为什么这么害怕修正主义？在佛教中流传着这么一个故事。话说佛祖释迦牟尼即将圆寂的时候，死对头魔王波旬找上门挑衅道：佛呀，你很快就要涅槃了，你死后我将破坏你的佛法。佛说：我有佛经流示，你不会得逞的。魔王波旬反驳道：经典是死的，人是活的，要教化众生还得有人去解释经典。佛又说：我有僧宝流示，他们会弘扬我的佛法。波旬道：你要弘扬教义，就不能把信徒拒之门外，我会让我的信徒身穿袈裟混入佛门胡作非为，曲解你的经典。佛沉默片刻，说：我还有戒律流示。波旬呵呵一下，说道：学好容易学坏难，能秉持戒律的都是少数，大多数人都无法抵抗酒色财气的诱惑。佛祖听罢，留下2行清泪，相顾无言。为了避免后世出现波旬的信徒曲解自己遗留下来的佛法，佛陀给后人留下了4法印。所谓4法印，指的是佛教4条核心纲领：诸行无常，诸法无我，诸漏皆苦，涅槃寂静。这是一切佛法的基础，后世的佛法但凡与这4条纲领相冲突，必是违法无益。笔者说这个故事，就是为了让大家更好地理解修正主义跟正统马克思主义的区别。马克思虽然确立了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但他跟恩格斯死后，世界上涌现出了诸多对马克思主义的解读，他们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让人眼花缭乱，难辨真假。其中最为可怕的就是修正主义者，这些人的手段比一般反对派要高明得多，代表人物就是修正之祖恩格斯遗嘱执行人伯恩斯坦和恩格斯的秘书考茨基，他们就是佛经中那些穿着袈裟的魔王信徒。从马克思主义出现的那一天开始，这些人就如影随形的相伴而生。他们打着红旗反红旗，一边高举着马克思的旗号，一边用资产阶级的理念歪曲共产主义学说。许多没有思考能力的信徒往往会被其迷惑带偏，其种类五花八门，我们就不细说了。但这些人虽然擅长用华丽的辞藻来掩饰自己的真实目的，却也并非无迹可寻。正如释迦牟尼留下4法印辨别伪佛法一样，马克思主义者也有他们的4法印。马克思主义有以下几个核心纲领：任何假冒伪劣的社会主义者，只要他们的言论与以下这几点有一丝半点的违和，那100%就是修正主义者无疑。第一，马克思主义提倡阶级斗争学说。马克思跟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明确指出，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无产阶级作为大工业时代的产物，从它诞生的那一天开始，就一直与资产阶级做着或明或暗的斗争。只要阶级存在，就一定会有压迫，无压迫，何来阶级？推而论之，既有压迫，斗争也就一定会存在。任何否认阶级斗争或淡化阶级斗争的人，都必然属于压迫者一方。屁股决定脑袋吗？这些人必定不属于无产阶级，而必然属于某个特权阶级。他们出于捍卫自身特权，扩大其资本主义法权的目的，一定会竭力反对阶级斗争，害怕阶级斗争。而无产者是不会害怕阶级斗争的，因为他们失去的只有枷锁，得到的却是整个世界。而且这种特权阶级并不一定会存在于资本主义国家，就连苏联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中也能衍生出特权阶级。一旦衍生出特权阶级，他们的利益就会脱离群众，甚至与群众对立。这些人出于自身利益，或自觉或不自觉的，都要反对继续革命学说。他们一定会说，革命已经成功了，无需再大动干戈，钱不都已经发给穷人了吗？我们都穿上这身了，为什么还要再回山里？说的冠冕堂皇，实际上还是为了保护他们的既得利益不被侵犯，害怕自己成为被革命的一方罢了。这些人在谈论阶级斗争的时候，就算不敢明目张胆的反对，也一定会整出各种五花八门的解读和限制，绝不会干脆利落地承认阶级斗争的合理性。这种人必定是修正主义无疑。共产主义法印之二，辩证唯物主义。在马克思的著作中，老爷子直言不讳地承认了资本主义制度对人类历史发展的作用。他承认资本主义过去几百年取得的成果超越了人类社会几千年的总和。
同时他也承认实现共产主义的前提条件是资本主义发展到后期物质极度发达才有可能实现。于是一些修正主义者就开始歪曲老爷子的思想。既然马老爷子你都说社会主义在资本主义成熟后必然到来，那我们还斗个什么劲啊？不如顺其自然，等待那一天的到来，岂不美哉？这种说法本质上就是一种机械唯物主义，究其目的还是为了逃避斗争。他们认为现在的斗争没意义，即使要斗，那也是后人的事情嘛，我们就不要打打杀杀了。这种机械唯物主义听起来貌似有理，其实不值一驳。就好比我们从一出生就注定要走向死亡，那么请问我们为什么还要吃饭看病？既然身后都是一场空，为什么还要艰苦奋斗？必然有其意义吗？那社会主义者斗下去的意义是什么呢？社会主义跟资本主义是一对如影随形的双生子，他们就像自然界那些在竞争中互相进化的天敌一样，需要在彼此的生命长河中不停地搏斗，在战斗中不停地完善自己。马克思虽然提出社会主义，但只给出了个大概轮廓，具体怎么建设他也不知道，列宁也不知道。中国、苏联还有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都是在白纸上摸索，不可能摸索一次就成了吧？所以社会主义运动因摸索失败而暂时退潮是大概率事件。不过只要无产阶级还在，社会主义就一定会卷土重来。所以社会主义运动可以输1次、2次、10次、100次，但只要你杀不死无产阶级，社会主义运动就不会消停。它只会在吸取前人的教训上变得更加强大，直到有一天它能完全取代资本主义，建立起一套行之有效的社会制度为止。那些以为苏联完蛋之后社会主义运动就已经结束的人该醒醒了。没有哪一种制度是时机成熟之后就一蹴而就的。想想看，资本主义制度是什么时候出现的？17世纪呀。他们一出现就主宰世界了吗？当然不是，中间多少次黄泉围剿，多少颗龙头献祭，他们跟封建制度博弈了多少年？300年啊！它是在300年的摸索中发展壮大的，一开始也是各种不成熟的，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欧洲3顶皇冠落地，才算彻底主宰了世界。此外，资本主义制度也是在与社会主义的斗争中不断完善着自身。凯恩斯主义、罗斯福新政以及战后那些福利国家，这些事物身上或多或少都有社会主义的影子吧。斗争，只有不断的斗争。历史是在斗争中不断的动态发展的，历史是用血与火编织的，历史的发展不是请客吃饭，到处都是血淋淋，到处都是白骨累累。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事物的发展只遵循它既定的规律，这规律在人类存在之前就已经存在，在人类灭亡之后它还会继续存在。它从不会在乎人世间的一切悲欢离合、善恶是非，人类必须遵从它，而不是它必须遵从人类的意志。你也许不愿意接受，但你必须接受。唯有用辩证唯物主义，用不带任何个人情感的目光，动态地去观察这个世界，才能拥抱真理。那些想要一厢情愿去给规律做定义的人啊，你们只能自取其辱，它改变不了你们将要面对的结局。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共产主义的最后一个法印——暴力革命。笔者在阅览世界各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时候，发现了一个有趣的事实：共产党虽然是一个为底层人民代言的政党，但是能够组织政党运作的首脑人物必然是文化人，而这种人极大概率不会出生于无产阶级，因为以前读书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情，只有一些受到革命思想感召的富家子弟才能担此重任，比如陈独秀、李大钊。这些人哪一个都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出身呀，但这些人由于家庭出身的原因，往往会带着原生阶级的一些臭毛病，比如害怕斗争。用教员的话来说，就是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他们会不自觉地把这种软弱性带到革命组织里来，然后在与敌对阶级的交锋中变得犹犹豫豫，关键时刻下不了狠心，跟敌人刺刀见红，总是退让再退让。当然并不是所有人都是如此，像毛主席、周总理、列宁、托洛茨基就非常好斗，可这样的人毕竟是少数，多数知识分子还是陈独秀这样的人，他们有改变社会现状的意愿和能力，却没有付诸实践的魄力。他们总把改变社会的希望寄托在资产阶级政党身上，
希望通过参加资产阶级议会斗争的方式促进社会的改良，也就是所谓不流血的革命。这其实就是一种变相的修正主义，一种想当然的幼稚行为。其中最好的反面教材就是尼泊尔共产党，当初明明有打下江山的实力，却乖乖放下枪支，上了别人制定规则的牌桌上。尊严只在剑锋之上，战场上得不到的，谈判桌上也不会得到。暴力是资本家们唯一能听得懂的语言，哪怕仅仅只是为了逼迫他们进行社会改良，也必须要诉诸暴力。大多数共产党就是不明白这个道理，所以泯然众人，法共、日共、德共都是如此。这就像是一种顽疾，治好之后还会不定期复发。像苏联那些革命者一样，即使在血与火中夺得江山，即使他们是暴力革命的见证者和受益者，但掌权后还是一如既往地反对暴力革命。比如赫鲁晓夫在50年代就寻求与美国所谓的和平共治，抑制第三世界国家暴力反抗帝国主义的运动。可我们要知道，资本主义绝不可能允许社会主义国家的共存，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想要和平共处，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背叛革命，变成他们那样的人。赫鲁晓夫之流就是如此。所以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凡是可以跟帝国主义和平相处的，凡是可以跟资产阶级在一个议会厅里唱跳的，必然背叛了暴力革命学说的，是假冒伪劣的社会主义者。有朋友也许会说，好吧，就算修正主义背叛了马克思主义，但只要赫鲁晓夫他们能让苏联人民过上好日子，吃饱饭穿暖衣，这不也是很好吗？黑猫白猫，能抓到老鼠就是好猫，不要管他什么主义，只要让人民生活富足就是好主意。毛主席何必如此执着呢？毛主席是看不到这一点吗？不是，他老人家很清楚那么做确实可以富裕，但他更能看到这事背后隐藏的贫富分化危机，以及贫富分化必然带来的阶级分化与阶级压迫。社会财富是增多了，物质生活是富足了，可人民将会失去所有权利，成为资本的奴隶。公平，公平还是公平，这才是毛主席所毕生追求的理想。毛主席这种心态，用孔老夫子的一句话来说，就是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已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可惜当时稍显稚嫩的社会主义，无论在哪方面都无法承载他老人家天下大同的宏愿，只有靠后来者一次又一次的斗争，一次又一次的退潮，一次又一次的再次奋起斗争，在斗争中完善社会主义制度自身，为那个注定到来的时代准备好骨架，在斗争中促进生产力发展，直到生产力发展到能够承载社会主义为止。任重而道远，人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只是即使路漫漫其修远兮，后人也必将上下求索到底。笔者相信，太阳一定会照常升起。